Hello， 各位好，我是 Revision Lab 修診所的阿修，歡迎來到我的頻道。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們影片，記得先點擊下方訂閱按鈕，再打開旁邊小鈴鐺，這樣每次有新影片，你都會第一時間收到通知。也幫我按個讚，讓 YouTube 知道你喜歡這種類型的內容。謝謝大家，我們現在正式開始。好，今天呢，我們要一起深入一個你我可能都沒察覺，但卻時時刻刻在發生的戰爭，那就是全球公共衛生的隱形戰場。我幫各位濃縮了耶魯大學8場非常精彩的快速簡報，把它們提煉成一個完整的故事，帶你看看第一線的人們到底面臨什麼挑戰，有發想出哪些驚人的創新。OK， 我們這次的分析會聚焦在全球公衛的4個關鍵領域。我們會從一個非常具體，甚至是有點私密的問題，也就是廢棄物開始談起，然後一路往下挖，談到科技怎麼提供新的視角，整個醫療系統的信任問題，最後會拉到一個更宏觀的層次，去看看那些還潛伏在未來的無形威脅。你會發現，這4個主題看起來好像沒什麼關聯，但其實它們是環環相扣的。好，我們的第一站先來到印度，這裡有一個每天都在發生，但卻很少被公開討論的問題。這個問題，它不只牽涉到女性的個人尊嚴，更影響到整個環境的健康。沒錯，我們要談的就是月經廢棄物的處理。這個問題就是一家叫做 PetCare Labs 的社會企業決定要正面回答的問題。但是他們的答案並不是去思考要怎麼丟掉，而是提出一個更顛覆性的想法，那就是我們有沒有可能賦予這些廢棄物第二次生命？於是，他們開發出了全球第一套專利的回收技術。你可以想象一下，整個流程就像一個魔法工廠。首先，他們用安全衛生的方式把這些廢棄物集中起來，接着透過一個特殊的消毒程序，能夠把裡面的塑膠跟纖維素完美的分開，最後再把這2種原料分別加工成可以100%再利用的工業材料，像是紙漿和塑膠顆粒。這句話可以說完美地展示了他們最終的成果。你沒聽錯，這本筆記本曾經是一片用過的衛生棉，聽起來很不可思議，但卻是真的。廢棄物在這裡不再是旅程的終點，反而搖身一變，成為我們書桌上的文具，甚至是蓋房子的建材。這就是所謂循環經濟最完美的體現。沒有任何東西是真的被浪費掉的。接下來，我們進入下一個關鍵點，讓我們把場景轉到非洲。在這裡，我們看到科技展現了另外一種完全不同的樣貌。這邊的重點已經不是追求最新、最昂貴的儀器了，而是回到一個更根本的問題，那就是科技有沒有幫助我們看見那些過去一直被忽略的真相？如果你在聽，這部分非常值得你筆記一下。這裡呈現了2種截然不同，但結果同樣致命的認知脫節。我們先看盧安達的狀況。當地的醫生看到休克的孩子，直覺反應就是脫水，這是教科書寫的標準療法，但結果他們完全錯了。另一方面，在烏干達，醫生習慣用很專業的術語，像是憂鬱症、焦慮症，但病人自己的感受其實很單純，就是我最近想太多，壓力很大。你看，兩邊的語言完全對不上。在盧安達進行的一項小規模研究，揭露了一個多麼驚人的事實：在25個被診斷為休克的孩子裡，竟然有高達11個其實是被誤診了。他們真正的問題根本不是脫水，而是之前完全沒被發現的心臟疾病。而只要有一台簡單可以在病床旁邊操作的超音波儀器，原本就能夠拯救他們。那在烏干達呢，研究人員運用了一種叫做協同流行病學的視角。這個名字聽起來很學術，但概念其實很簡單。它就像在說，一個人會感冒，不會單單只是因為病毒，還可能因為他最近工作壓力大，睡不好，又剛好淋了場大雨。同樣的道理，對當地的艾滋病患者來說，他的心理健康絕對不是一個可以獨立出來處理的問題，而是跟他的病情、社會的眼光、經濟的壓力等等，全部都糾纏在一起的。好，這就引發了另一個思考。我們現在面臨一個更大的挑戰。當你已經有了技術，有了療法，
但整個醫療系統本身卻成了一道道高牆，那該怎麼辦？你可以想象一下，對於一個住在墨西哥城的女性來說，當她收到一份癌症篩檢陽性的報告時，那只是一段漫長又艱辛的旅程的開始而已。他們要面對的不只是疾病本身，還有遙遠的就醫路程，害怕被鄰居指指點點的社會壓力，以及為了看病可能失去工作的經濟重擔。這些全都是真實存在，而且難以跨越的障礙。同樣的困境也發生在奈及利亞。在這裡，挑戰不只是買一台新的結腸鏡那麼簡單，真正的問題是，機器壞了，誰來修？有足夠的醫生懂得怎麼操作嗎？病人自己付得起檢查費用嗎？所以你看，他們需要的不是單一的設備，而是從零開始去建立一個包含設備、人才、維修和金流的完整醫療生態系。所以，這裡的關鍵點給了我們一個非常大的啟發。那就是真正的解決方案，有時候不見得是最高科技、最昂貴的那一個。在奈及利亞，他們發現一個用廢棄輪胎材料在當地制作的訓練模型，實際訓練起來的效果，竟然跟昂貴的進口貨一模一樣好。這就證明了因地制宜的在地智慧，遠比我們盲目追求頂尖技術來得更重要。好的，在我們今天分析的最後一個部分，我們要將目光投向更遠的地平線，來看看那些更難察覺，但卻可能對我們全人類造成毀滅性打擊的無形威脅。我想很多觀眾可能都看過那部影集《最後生還者》，對吧？裡面的情節雖然是科幻的，但它背後的科學假設卻讓人有點不安。現在，研究人員正在非常嚴肅地探討一個可能性，就是當我們的地球變得越來越暖，那些原本無法在我們人體體溫下生存的真菌，會不會正在悄悄地演化，最終突破我們的免疫防線呢？我們就拿耳念珠菌當作例子。這種超級尖菌在2009年之前，醫學界幾乎沒有人聽過。但很奇怪的是，就在2009年那一年，它就像約好了一樣，在世界好幾個不同的大陸同時冒了出來。它不僅出現得很神秘，而且極度危險，因為它對我們現有的很多抗生素藥物都是免疫的。這可以說是對現代醫學的脆弱性敲響了一個巨大的警鐘。另一個無形的影響，則來自更長的時間維度。我們過去總以為，一個孩子的健康主要是在媽媽懷孕的9個月內決定的。但是，烏干達的研究發現了一個更驚人的事實，那就是影響一個新生兒發育是否遲緩的關鍵因素，竟然可以追溯到母親在受孕前11個月的營養狀態。這個發現可以說是徹底改變了我們對於健康的理解，而這一點就漂亮地串起了我們今天談到的所有故事。你想想看，無論是印度的廢棄物回收技術、非洲的診斷工具，還是墨西哥的醫療系統改善，如果沒有穩定、透明，而且能夠確實送到第一線醫護人員手中的資金支持，那麼我們擁有再多漂亮的數據、再棒的解決方案，都只是紙上談兵而已。所以，這就引導到我們最終的思考了，這也是對我們所有人的挑戰。當數據、科技和創新的方案都已經擺在眼前的時候，我們的下一步到底是什麼？其實答案很清楚，創新需要的是行動。而知識需要的是投資，這樣才能真正地去改變生命。總結一下今天的重點，全球公衛的戰場遠比我們想象的更廣。從一片衛生棉的回收，一路到氣候變遷引發的真菌威脅，我們看到真正的解決方案往往來自於跨領域的視角，以及對整個系統性問題的深刻理解。今天的內容就到這邊。如果你覺得這集有幫助，記得馬上點讚、加訂閱、加開啟小鈴鐺。我們正在衝訂閱，需要你的支持。我是阿修，我們下次見，拜拜。